那我们现在呢，记者也从纽瓦克机场到了纽约大学。那我们现在请我们的记者上线，我们另外一位记者呢是曾铮女士。那么她现在在现场，我们请她给我们大家来介绍一下现场的情况。曾铮。各位观众，我们现在呢是在纽约大学的欢迎陈光诚的现场呢，为您做现场直播。大家刚才可能刚刚看到了，陈光诚在今天下午到达纽约纽瓦克机场之后呢，没有在机场与媒体见面，而是直接驱车呢来到了纽约大学。他呢通过翻译呢，这样向现场的几十家上百家媒体呢进行了一个简短的电视的讲话，主要是表示呢他来到美国呢也是非常不容易的，经过了一番波折，他也感谢各方朋友呢对他的营救，然后他也非常希望呢，不管是美国政府也好，还是中国的中央政府也好，能够就是说恪守对他的安全的承诺。他刚才表示呢，这个承诺呢是一个长期的，他也表示呢，就是说来到美国之后呢，也不会继续有问题。另外，他也表达了对于他在家乡的还在中国的家人的安全的担心，所以他也希望外界呢能够继续的给中共政府呢施加压力，能够保证他的家人的安全。另外呢，他也强烈的表达了希望呢中国的能够加强政改的步伐，希望中国的民众的这个局面呢都能够改善。另外，他也特别表达了对于媒体朋友长期对他的关注、对他的支持这样一种感谢的心情。他的简短的讲话之后呢，因为有他的可能是孔杰荣先生的助手呢，就是纽约大学邀请他来的孔杰荣教授的助手来表示呢，就说由于医生的建议，就说今天呢他可能不会接受任何的媒体的采访那么今天到现场的呢，还有一直在国会为他呼吁的国会的议员 Chris Smith， 他是本人呢是到了纽瓦克机场，本来准备在那里迎接他的。另外呢，还有女权无疆界组织 Reggie Littleton 女士呢，也是到了纽瓦克机场去迎接他，也接受了新唐人电视的采访。稍后呢，我们可以向您播放采访的内容。另外呢，就是前学生领袖柴玲呢也到达了这个纽瓦克机场的现场呢，去迎接他。现场呢，现在还有美国的官员呢正在进行的现场的采访。今天呢，就说可以看到媒体对于陈光诚先生的到来呢，还是有相当大的关注度。当他就说民众对他呢也表现出了非常大的热情。当他出现在这个纽约大学门口的时候呢，很多人都开始就是说向他欢呼，就说陈光诚欢迎你。其中还有一位讲华语的女士，在陈光诚结束了这个讲话之后呢，还对着镜头喊，就是说陈光诚，我曾经到东施古村去拜访你，但是没有能够看见过你，可能还因此挨了骂，所以他希望能够拥抱陈光诚一下。可惜就说现场的保安呢，就是说非常的严密，所以这一位女士呢没有能够达成她的希望嘛。但是陈光诚呢扭过头来就跟这位女士讲呢，说不要担心，以后我们会有机会的。那么现在现场的情况呢，大致就是这样。安娜。谢谢曾铮给我们介绍现场的情况。那我们再回顾一下陈光诚陈光诚他这个逃出或者说脱险的这个大事迹，在4月22号的时候呢，陈光诚他在他的支持者帮助之下躲过了监视人员，逃离了山东的他的家，就是东施古村。然后呢，稍后呢，他就在网上贴了一个东西，就是他自己一个录像，是给温家宝的，希望温家宝能够调查对他进行迫害的这些中共的官员，而且呢要惩办这些官员。那么在4月27号的时候，媒体就开始报道说陈光诚到了美国驻北京的使馆寻求庇护。然后第二天4月28号呢，就有人权团体说陈光诚在美国大使馆获得了保护。中国和美国政府正在谈判关于陈光诚的定位。那到了5月2号的时候呢，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就飞到了北京参加美中战略对话。那他准备出席这个会谈之前呢，就是陈光诚就离开了美国使馆，到北京的朝阳医院去就医。那中国当时官方向美国的官员保证说他是非常的安全，而且也保证他家人也会非常安全。那么到3号的时候呢，陈光诚他就告诉他的朋友打电话，他告诉他的朋友，当然还有一些西方的像AP，就是一些新闻社给他打电话，问他的状况。他就说他遭到了威胁，他的妻子、小孩还有他本人呢，都已经是
感觉到受到威胁，他们不可以出去，有很多人监视着他们，他也没办法跟外界取得联系，包括他们都打不通美国使馆这些官员曾经和他们联络的这些电话，所以他感到非常害怕。然后等到5月3号的时候呢，陈光诚就告诉法新社说，他陷入极大的危险，呼吁中国大陆政府能够遵守承诺，在他离开美国使馆后保护他的安全。在几个小时之后呢，美国呢就提出了可行的方案。那么之后他就我们就到最新的在5月19号，也就是今天呢，他一家4口乘坐美国的联合航空公司的航班 UA88号到达了纽瓦克机场。那么刚刚在纽约大学做了演讲。那我们现在就是很多人非常关心